如果一定要用3个词来形容你的话，你最喜欢什么？那就肤浅的说一个漂亮、实力强。哎，还有什么呢？招人喜欢。所以招人喜欢也很重要了。多重要，那个太重要了呢。那你觉得自己就是算是招人喜欢的？我不是，我觉得我就是让人第一印象就不太招人喜欢的，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的那种人。Hello， 应该什么？期末的化妆师在这。对对对，在屋里就看反送，觉得你那首歌好好听啊！谢谢。那首歌叫《字和句关于你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因为性格啊，因为慢热本可以成为别人的主角，但是像这首歌里面一样错过。其实这一次在爆裂的选歌也是，我每一首歌都选的比较偏冷门一点，因为我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去让大家发现，其实有那么多好的作品是被藏起来、被埋起来了的。现在上舞台的话，还会觉得紧张吗？那老紧张了，每一次都很紧张，因为从成团以来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，然后就会觉得自己背负着重重的使命，然后要带着我们印堂的荣耀争光添彩的那种感觉。就是可以。老师他是不是可厉害了？那这次来参加节目，他们有给你打气吗？或者叮嘱你些什么吗？有，他们就是每一次会问我，哎，你这次第几名啊？有没有争光啊什么的。其实最后就不管我名次好或不好，他们都会说，哎呀，你就是最棒的。哎，那这次来爆裂舞台的话，你怎么看待就是爆裂这个概念？像细胞分裂一样，不停地在分裂出新的我能够尝试的东西和新的一些技能，也挖掘出了自己很多性格底层的东西，比如说很怕输啊。陈忠全上台最没自信的一天，太垮了！我在搞啥东西啊？一直以为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到，但其实还是会有很难过的关。这么高 ，Hello！ 那你要叫我吗？我不叫。可能在外界看来，大家就觉得陈姐吧，然后就是那种无所不能、无所畏惧的。我自己也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强大，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到，就是常常会，觉得大家都认为我好像，他能做到是应该的，但做不到好像就是这一次不够好，所以我也会因为这个给自己很大的压力。只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想能缓解压力的地方？就是在家弹琴、唱歌、写歌，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写下来，就觉得抒发了。有过就是觉得会比较迷茫，或者有些失望，或者甚至有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候。当然，常常就在刚刚我还在自我怀疑，哎呀怎么办？我这个4公能不能搞好？就是我觉得这种偶尔的自我怀疑其实是一件好事情，就可以让自己，那我该多努力啦。其实就感觉你内心还是挺柔软的。我很难，我真的是要相处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我柔软的一面。没有人给我打电话。你觉得那种就是一直存在的棱角是什么？坚持自我吧，忠于自己的内心，即使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你要外援，但是你可以把那些棱角留在自己的心里。那你怎么评价比如说其他的这些爆裂女孩们？有没有你个人非常喜欢或欣赏的？就是安琪啊，非常喜欢她，因为她舞台上的那种自信的表现，我觉得我应该多多学习。你是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
比较强者，就是慕强。对，我就是喜欢实力强，这是我的第一标准。我现在就答应你卓璇，我可以收你为学生。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得到他的青睐，在众多女孩当中？因为我虎嘛。那后来他又说也要教刘柏辛，是吗？就有点小吃醋呢。你来这个舞台，你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胆儿变大了，啥事儿都敢挑战。哎呀，这一次公演，谁能想得到我陈卓璇在那翻跟头呢？对啊，就是很多事情就真的是我自己没有想过我会去做的。大危险系数的挑战，其实我会很犹豫的，但这一次豁出去，管他呢。这是一个应景演，也是一个就真人秀吧。你会担心，就是说，比如自己说出来的话被误解？我被误解的还少吗？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然后大家要怎么解读，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的。哎，那你感觉就是说，路人缘是一种玄学吗？我觉得可以说是有迹可循的。就是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完美的那一点，或者说不被所有人接受的那一点，那就让大家多看自己好的那一面，尽可能的让大家看到一个好的舞台就是我的初衷，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。耳边是你平静的声音，记忆里最温柔。如果给你的舞台表现和综艺感就是分别打分的话，你会打多少分？综艺感，我有综艺感吗？我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人，我觉得。舞台的话给自己打90分吧，然后综艺感打个59。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笑的人，但是舞台我觉得还是可以。做音乐人或者说做专业歌手的话，其实舞台是挺稀缺的，或者就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是通过就是很多综艺节目这种才能。我觉得为了舞台做其他跟艺术相关的很多工作，我觉得都是为了让你这个艺人的事业更加的好，才能有更多舞台的机会。就是你提到你想做专业的歌手这种。那你觉得现在就是距离专业的歌手还有多少距离？我觉得懂得诠释音乐的人就是专业的歌手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享受音乐的过程中，就已经踏入了专业歌手的这个领域中。就现在自己已经是了，某种意义上已经算是了。